嘿，大家好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開箱上海阿里拉酒店。酒店就位在上海市中心，緊鄰靜安區的興業太古匯。從這裡走路就能輕鬆抵達張園和南京西路，離上海靜安雕塑公園、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館還有靜安寺，也大概只要走20分鐘哦。這間酒店主打一種遠離喧囂、超 chill 的城中度假氛圍。它是室內設計師宇彬操刀的。廢話不多說，我們先來辦理入住吧。酒店大堂給人一種身處江南庭院的感覺，空間雖然緊湊，但超級精緻。前台很貼心地跟我們介紹了入住期間可以預約的各種活動，居然還有銅鑼音預演，我已經決定要去體驗看看了。至於入夜儀式是不用預約的，所有房客都可以直接去參加哦，因為房間還沒準備好。我們就先去附近的人民廣場走走晃晃吧。今天天氣超級好，大家都跑出來曬太陽、餵鴿子了。人民廣場就位在上海市中心，經過幾次大改造，現在面積大概有14萬平方公尺那麼大，已經變成一個結合行政、文化、交通和商業的超大園林式廣場，絕對是上海最重要的地標之一。從人民公園走出來後，我們經過了穆恩堂。穆恩堂原名穆爾堂，是1931年建成的，非常有特色的新哥德式建築。現在走到新世界城了，這邊的戶外裝飾也太可愛了吧！走了1個多小時，有點渴了，買杯咖啡解解渴。聽說上海的咖啡廳和飲料店密度超級高，走到哪兒都有咖啡可以喝。今天總算是親自體驗到這種隨時隨地都有咖啡喝的快樂了。嘿嘿，這家店居然還有賣外帶的雞尾酒耶！對面那棟氣派的建築是金門大酒店，1926年落成，是美國建築師艾略特·哈扎德設計的，走的是意大利宮殿風格，以前可是上海灘的第1高樓呢。這邊就先逛到這兒了，接下來我們要出發去蘇州河洛。從上海的北新滘一路到外白渡橋，這整段都是蘇州河。它的原名其實叫吳淞江，發源於東太湖，流經蘇州，到上海後再跟黃浦江匯合。蘇州河兩岸見證了上海近1000年的歷史，在老上海人的記憶裡，絕對少不了一條蘇州河。以前蘇州河兩邊住滿了居民，大家都習慣把生活垃圾直接倒進河裡，再加上當時的工業污染，這條河一度變得又髒又臭。後來上海政府痛下決心，開始大力整治，蘇州河才終於恢復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副美麗模樣。沿岸還有超多充滿故事的歷史建築，像是百老匯大廈、英國領事館、郵政局大樓，還有四行倉庫。哇，現在看到的這棟就是四行倉庫。電影《800里的故事》就是在這裡發生的哦。旁邊還有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感興趣的小夥伴真的很推薦去參觀一下。這邊看起來像是一個藝術中心。現在看到對岸那棟紅色的建築，應該是福新麵粉廠的舊址。查了一下資料，它是1912年建的耶。2005年的時候，挪威華人袁文先生和夫人麗莎女士把這裡改建成了蘇河藝術中心。眼前這座橋是浙江路橋，它的舊稱叫老垃圾橋，是中國現在極少數的魚腹式剪支梁鋼着架橋梁，也是蘇州河上僅存的第2座鋼結構老橋哦。偷偷告訴你們，在經典神劇《情深深雨濛濛》裡，依萍就是從這座橋跳下去的了。這邊福新小區沿岸的綠化做得很棒，走起來很舒服。我們現在走到了上海總商會舊址，它位在北蘇州路470號，是通和洋行在1912年設計的，1916年正式建成啟用。經過修繕後，現在的上海總商會大樓已經變身成寶格麗酒店的保利軒中餐廳。
天色漸漸暗了，我們也走得差不多累了，現在就打道回府回酒店吧。回到酒店了，趕快來開箱我們這次入住的房間。進門處有一個小玄關，旁邊的壁龕是空的。我們這次很幸運被升級到了小套房，看得出來整個空間的視覺設計都很努力在營造一種溫馨放鬆的度假感。不過說實話，層高有點偏低，感覺稍微有點壓抑，還是會有一種身在辦公大樓裡的錯覺。右手邊是衣帽間，這個地板超有老上海的味道耶。客廳的面積看起來蠻寬敞的，電動窗簾緩緩升起，就可以直接飽覽上海市中心的繁華城景。接着来检查一下迷你吧里有什麼。提供了4瓶紙盒包装的礦泉水，還有一整套精美的茶具。綠茶裡面混了迷迭香和檸檬百里香，喝起來味道蠻清新的。當然也少不了膠囊咖啡機和熱水壺，還另外附了茶包和紅糖，各種杯子應有盡有，準備的非常齊全。重點來了，這次入住迷你吧是全部免費的哦，開心。再來看看臥室，這個電視的位置嘛，雖然可以拉出來調整角度，但還是有點尷尬。撇除這點，不得不稱讚一下他們的床品，躺起來真的超級舒服。接着來參觀浴室，這裡提供了阿麗拉專屬定制的香皂，這款香皂洗起來超讚的哦。馬桶配的是免治馬桶。浴室可以直接通往衣帽間，這個動線設計的相當順暢方便。其他的洗漱備品都很有質感的收納在竹編的盒子裡，還有一個專屬化妝台，提供的潤膚乳也擺在這裡。浴缸尺寸蠻大的，感覺2個人一起泡也完全沒問題。浴缸旁邊就是淋浴區，沐浴用品一樣是阿麗拉的定制款。沙發旁邊擺了幾本書可以翻閱，還有提供上海充滿回憶的糖果。期待已久的入夜儀式時間到囉。入夜儀式是在酒店的茶宴舉辦，這裡白天喝下午茶，晚上就會變身成酒吧空間。哇哦，這邊的甜點看起來也太誘人了吧！再次提醒，入夜儀式是所有房客都可以免費參加的哦。每個人會招待一杯當日特調，還有一份精緻點心。這杯就是今天的專屬特調啦，還配了一塊酥餅。不過老實說，味道蠻普的。我們還自己另外加點了一杯雞尾酒。附贈的下酒小吃味道反而很不錯，我個人超愛那個蔬菜脆片。結束入夜儀式後，我們來到了提早預約的酒店中餐廳，準備吃晚餐。晚上好，這邊是威海500中餐廳，是有預約嗎？中餐廳裡的人不多，整體環境氛圍還算不錯。這是餐前小菜配上熱茶，我超喜歡他們的蝴蝶酥。這道是黃冰糖茶燻參海比目魚，吃起來外脆內嫩，味道真的很讚。接着是這道純菜蟹肉米魚羹，金黃色的濃湯裡有小顆的魚丸，上面鋪着純菜，口感層次很豐富。接下來是文火牛小排，這道菜超級好吃。當然啦，它也是今晚單價最高的一道菜了。這道是油燜筍，筍子本身蠻嫩的，但調味就比較普通一點。最後用甜甜的芝麻卷收尾，味道挺好的。吃飽喝足後，我們到樓下散散步消食。
晃到了附近的蘇凱泰酒店，這家就位在居色酒店旁邊。這次假期時間實在不夠，很可惜沒辦法開箱這間蘇凱泰。不過剛好在網絡上刷到，他們大堂吧最近推出了泰式風味特調，擇日不如撞日，我們趕緊進去試試吧。大堂吧裡擺滿了馬年的裝飾抱枕，非常有設計感，很好看。我們點了一杯泰金飛士，裡面加了琴酒、檸檬草、辣椒和蘇打水。另一杯是泰東陰功，裡面有朗姆酒、南薑、辣椒和椰子水。這兩款雞尾酒喝起來味道超特別，口感特別濃郁，真的是滿滿的泰國風味啊！雖然口味很衝擊，但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的哦。早上好，現在是早上8點半，準備跟我們一起去吃早餐吧。今天的天氣稍微差了一點，陰雨綿綿的。今天早餐廳的人特別多，入座後可以直接用桌上的平板電腦來點餐。菜單上有美式、日式和中式早餐可以選，甚至還有上海在地特色餐點跟低卡路里健康套餐呢，選擇真的超級豐富。我最後點了一份日式套餐。在等餐的時候，服務員還送上了現烤的酥餅和鮮榨的青橄欖汁，必須大推這個青橄欖汁，超好喝。餐廳旁邊還有一些自助取餐區，有鮮榨果汁、烘焙面包區，這裡的面包款式有夠多的了。还有冷盤區、優格和麥片區，強烈推薦他們的培根派和菠菜派。另外還有一些蒸籠點心，因為取餐的人實在太多了，我就簡單拍個標籤給大家看了。他們的燒麥很好吃哦，水果區的水果種類也非常豐富，當然也有基本的吐司、法棍和各種果醬。我的日式套餐終於送來了。我還加點了一份上海的道地特色小吃排骨年糕。來總結一下吧，這次入住上海阿里拉的整體體驗，老實說還是挺不錯的。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都很專業，而且非常細心。酒店營造的度假氛圍很棒，房間裡也有很多充滿當地特色的質感備品。唯一可惜的就是層高真的太低了，再加上整體燈光偏暗，不管是待在房間還是公共區域，時間一久還是会觉得有些壓抑感。另外還有一點我真的超想吐槽，實際住下來後發現，不管是酒店公社區還是客房裡的沙發和椅子，全都超難坐，一點都不符合人體工學啊。好了，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我們下次再見，拜拜。